这才是成年人该看的爱情电影，由世界名著改编，李安导演的经典之作《理智与情感》。诺兰庄园主即将离世，儿子约翰匆匆赶回来看望，并根据当时的传统规定，家产传男不传女，继承了所有的财产。但他还有一个继母和3个同父异母的妹妹，他们每年只能得到500英镑的生活费。父亲很是担心，嘱咐约翰一定要帮助他们。但等到父亲下葬后，约翰在妻子的挑唆下，立即前往庄园，下达逐客令。母亲没想到他们这么贪得无厌，很是崩溃。好在大女儿艾琳娜是个理智且聪慧的女人，她努力争取到一段时间，一方面用来找房，一方面安抚家人的情绪。她和家里的佣人做好交接，要他们好好服侍新来的主人。然而在相聚的第一个晚餐，场面就不太平。二女儿玛丽安对哥哥嫂子很有敌意，把厌恶都表现在脸上，而嫂子芬妮也不是好惹的，转眼就说过几天弟弟要来做客，要求玛丽安把房间腾出来让给弟弟住，因为那间房屋能看到美丽的景色。隔天，芬妮的弟弟爱德华骑马而来，他长得英俊帅气，还很有绅士风度。在得知抢了玛丽安的房间后，他主动要求住在客房，还让姐姐不要太过刻薄，毕竟他们的父亲刚刚去世，生活情况完全改观，一年只有500英镑的生活费简直是太少了。艾琳娜每天都在积极找房，可都没有遇见合适的，她很是烦闷。而爱德华的到来就像是一束光，照亮了黑暗的生活。他完全不在乎身份悬殊，不仅关照3妹玛格丽特，陪着她玩耍，还会在艾琳娜怀念父亲、伤心落泪时递上手绢以示安慰。在两人的慢慢相处中，艾琳娜了解到，爱德华虽家产万贯，是个公子哥，但渴望平静的乡村生活，理想是做一位神职人员，在小教区传道行善。木讷且和善的爱德华让艾琳娜很心动。但这天他们收到一个伯爵亲戚的来信，要把一个乡下的小房子租给他们，租金比较划算。玛丽安很兴奋，要去告诉姐姐准备搬家，但母亲拦住她，说艾琳娜和爱德华现在情谊正浓，希望他们能再相处一段时间，有个好结果。然而隔天芬妮便发现了爱德华和艾琳娜的亲密举动，她警告继母，自己的弟弟被寄以厚望，将来一定要娶个门当户对的媳妇才行，不然就算被那些穷女孩欺骗，最后落得身无分文，也不会让她继承家产。艾琳娜母亲感觉受到羞辱，很是生气，决定立即搬去迪凡郡。在临行前，爱德华找到艾琳娜，想要表明心意，可还没说2句就被姐姐打断，以母亲有要事让她立即赶回伦敦为由拉走了她，两人就此分离。艾琳娜也将这份爱深埋心底，母女4人经过舟车劳顿，终于抵达乡下小屋。这里和曾经居住的庄园相比，简直是太寒酸了。房子不仅简陋，而且潮湿寒冷，他们必须亲力亲为做一些劳动，才能维持基本生活。这天，房东邀请他们去做客，玛丽安找到机会坐下来弹琴唱歌，大家都在静静聆听。而这优美的歌声也吸引了一位男士，他是房东的邻居布莱登上校，其貌不扬，不善言辞，年龄还有些大，但他多金体贴又很沉稳，对玛丽安一见钟情，默默守护。房东太太看出了他的心意，直言他们很般配，一个富有，一个标致，简直就是天作之合。艾琳娜连忙打听他的家世，房东说他没有妻儿，但有一段心酸的往事。原来布莱登在年轻时爱上一个女孩，可因为女孩家穷，恋情被发现后，布莱登被送去参军，女孩则被逐出家门，生活潦倒。后来布莱登退伍回来，在收容所找到女孩时，她已经去世了。这之后，布莱登再也没有谈过恋爱。玛丽安一直向往的是浪漫的爱情，热情似火，轰轰烈烈，所以对缺乏激情的布莱登很不喜欢，对房东的极力撮合也很反感。回到家之后，玛丽安拉着妹妹出去散心，全然不顾即将到来的恶劣天气。在她肆意奔跑的时候，不小心摔倒，扭伤了脚。而此刻大雨倾盆，姐妹2人孤立无援。突然远处一个年轻男人骑马而来，他很小心地帮玛丽安检查，发现没有伤到骨头，于是抱起她，冒雨送2姐妹回家。家里有英俊男子到来，大家都很高兴，母亲更是在送他出去的时候追问了名字。原来男人名叫威勒比，母亲对他很满意，认为他很绅士，而玛丽安更是觉得他年轻强健，气宇轩昂，不仅机智还富有同情心。同时他们还打听到威勒比即将继承不远处的一座庄园，那是他姨妈要留给他的，每年他都会过来看看，这样的对象简直太好了，大家都很期待他能再次登门。谁知第一个过来的是布莱登，他听说玛丽安受伤，特意拿着鲜花前来探望，可全家人心不在此。3妹跑到外面迎接威勒比，布莱登看出了他们的心意，便识趣儿的告别离开。他们热情的接待威勒比，对他嘘寒问暖。而在他离开的时候，玛丽安甚至拄着拐杖亲自相送。艾琳娜看到妹妹如此奔放，劝她还是矜持一点，毕竟跟威勒比的相处时间还很短。但玛丽安却说，既然喜欢，为什么要隐藏？我要是不表达出来，岂不是跟你一样错过？这句话刺痛了艾琳娜，她回屋看着当初爱德华给她的手绢，思念如潮水般涌来。玛丽安自从和威勒比相识，2人便亲密无间，感情也迅速升温。威勒比更是剪了一撮玛丽安的头发珍藏，以表爱意。他们每天乘坐马车奔驰在村里的崎岖小路上，在那个年代，这样大胆的行为无疑会引来别人的非议，但玛丽安不在乎，她总是天真烂漫，无所畏惧，勇敢追爱。艾琳娜很担心她会受到伤害，但布莱登则认为应该享受当下，他总是在背后默默关心着玛丽安的一切。可是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这天威勒比告诉玛丽安，希望可以和她单独相处，
因为有重要的事情要说，玛丽安暗自高兴，以为是他要求婚，所以没有去参加教会活动，只有母亲带着艾琳娜和小女儿前去。可等他们回来的时候，发现玛丽安竟在屋内大哭。威勒比解释，姨妈要送她去伦敦，事情紧急，必须马上出发，而且短期之内也不会回来了。大家还没问清楚究竟是什么事，威勒比就匆匆离开。玛丽安伤心难耐，就连母亲也很难过，日子好不容易有了盼头，可现在全都毁灭了。这之后，房东邀请他们去家里做客，一位名叫露西的女人主动来和艾琳娜搭讪，询问她认识大嫂的母亲吗？艾琳娜自然是没有见过，很疑惑他们怎么会有关系。谁知露西表示，说不定以后我们就会有很亲密的关系，因为她和爱德华已经私定终身5年了。艾琳娜听后很是惊讶，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但露西说他们是在学校认识的，爱得很辛苦，1年都见不了几面，她很希望能得到芬妮母亲的认可。艾琳娜看到她拿着爱德华的手绢，相信了一切，内心升起一股怨恨，但面对露西的请求，还是答应她保守这个秘密。同时，房东太太要去伦敦暂住，她很热情好客，邀请艾琳娜姐妹和露西一起前往。这一路上，露西不断地在艾琳娜面前诉说爱德华的真情，她的生活已经很艰难了，还好爱德华始终如一。艾琳娜默默听着，平静的外表之下是一颗波涛汹涌的心。他们刚到达伦敦，玛丽安就把写给威勒比的信交给管家，让他帮忙邮寄。可他左等右等都没有得到威勒比的回信，相反是布莱登第一个来拜访。然而他并不想理会。这天晚上，芬妮在伦敦举办宴会，她们姐妹跟随房东一起参加。在听到大嫂是由弟弟陪着来的，艾琳娜和露西都是一副既期待又紧张的神情。可等到弟弟转身，才发现竟是芬妮的另一个弟弟罗伯特。他是一个开朗且风流的人，主动邀请露西和艾琳娜一起跳舞。在舞池中央，艾琳娜意外遇见了威勒比。正当她不知该如何开口时，舞曲突然结束。而此时，玛丽安也看到了他们，她大喊一声威勒比，然后不顾别人的眼光，高兴地朝着他走去。可威勒比态度冷漠，不想多聊，匆匆离去。玛丽安跟着他，看到他走到一个女人的身边，很是不解。他让姐姐去叫她过来，但这时美女转过身，上下打量过后，询问威勒比他们是谁。威勒比用鄙视的语气说，他们是从乡下来的，从穿的衣服就能看出来。玛丽安不敢相信，她用情过深，悲愤交加，几乎晕倒过去。姐姐搀扶着她离开宴会。而回到家之后，玛丽安像是魔怔了一样，连夜又写了好几封信。这次她收到了回信，可信的内容全在撇清关系。威勒比说，我对你的家人极其真诚，但如果我的行为有任何误导之嫌，我很自责自己不够谨慎。其实我早已心有所属，很遗憾现在才给你回信，以及归还所赠秀发。此刻的玛丽安就像是一个笑话，所有的美好都不复存在。姐姐询问，他说过爱你的话吗？玛丽安很伤心，但仔细想想，他确实没有说过我爱你。原来一切都是他的一厢情愿。这时房东过来看他，并带来一个消息，威勒比即将迎娶身价5万英镑的盖小姐为妻。玛丽安听后哭得更伤心了。布莱登听说此事后赶来探望，同时告诉艾琳娜一件关于威勒比的事。20年前，他的初恋女友生下过一名私生女，但孩子父亲抛弃了他们。女人临终前请求布莱登帮忙照顾女孩，所以布莱登就把女孩贝斯带到了乡下，请人专门照顾。可贝斯长大后脾气倔强，在1年前离家出走，怎么都找不到。但在前段时间，他找到了贝斯，此时她已经怀孕，而那个男人却离她而去。毫无疑问，那个男人正是威勒比。他的姨妈听说此事后，撤销了他的继承权，并将他赶走。艾琳娜这才明白，为何当初威勒比匆匆离开，没有任何解释。而现在布莱登选择说出来，只是希望能化解玛丽安的遗憾。威勒比原本可能是真心真意，想要娶玛丽安的，只不过突然一无所有，才选择娶富有的盖小姐。玛丽安了解到这些事情后，内心不再那么难过，至少可以证明不是她在幻想。另一边的艾琳娜也在遭受感情的折磨。爱德华好不容易现身前来探望她，但没想到露西也在现场，几人的场面很是尴尬。而艾琳娜又是个内敛沉稳的女人，她什么都没有说，眼睁睁看着爱德华和露西挽手离开。她总是这样留不住人，不表现自己的想法。而露西可谓是一个心机的女人，她主动和芬妮套近乎，赢得她的好感，然后透露自己已经私定终身了。可是害怕对方的家人不同意，芬妮听后很感兴趣，说他们只要看到你这么漂亮，就一定会同意的。她向露西保证自己会守口如瓶，让她放心说出那个人是谁。露西就这样被赶了出去。房东太太也很快得到一个消息，爱德华为了信守曾经的承诺，坚持要娶露西，不惜放弃了财产继承权。现在他家的所有财产都给了罗伯特。玛丽安看到姐姐在听到这个消息后那么平静，劝她要争取自己的幸福，因为爱德华明明爱的就是你。但姐姐说，爱德华在遇见我之前就已经和露西定下婚约，现在只能听天由命。布莱登知道此事后，太清楚被拆散的残酷，于是很想帮爱德华，让他可以成功迎娶露西。而这个想法还需要艾琳娜去说，因为这是她的朋友。两人再次见面，艾琳娜努力保持镇定，然后告诉爱德华，布莱登知道你想当牧师，决定邀请你去主持他的教区，这样你就可以和露西结婚了。爱德华不善言辞，很感谢别人的帮助，但对于艾琳娜，最终也只能说，你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，请原谅我。艾琳娜很善解人意，她知道
爱德华这是为了实践承诺，所有没有什么怨言，只有满满的祝福。这之后，布莱登护送他们返回迪凡郡，途中经过布莱登的庄园休息时，玛丽安独自外出散心。她沿着花园一直走，来到一处高地，看到了威勒比之前要继承的庄园，内心很是感慨。There's not love, which alters when its alteration finds, or bends with the remover to remove. Oh no, it is an ever-fixed mark that looks on tempests and is never shaken. 玛丽安迟迟不回来，家里的艾琳娜心急如焚，布莱登也到处寻找。最终他抱着浑身湿透几乎冻僵的玛丽安回来，大家都以为他躺几天就会好的，谁知医生诊断他得的是热病，很严重，还有传染性。于是其他人都离开了庄园，只有布莱登、艾琳娜和医生留在这里。经过医生和姐姐的精心照顾，玛丽安终于醒了过来，而布莱登则连夜去迪凡郡接来了他们的母亲。对于他的默默付出，玛丽安终于在这次有了回应，他主动叫住布莱登，表示了感谢。这之后，玛丽安彻底从失恋中走了出来，不再排斥布莱登的追求。母亲说，布莱登虽然没有威勒比潇洒，但亲切稳重的多，姐姐也很看好他们。真正爱一个人，绝不是甜言蜜语，而是用行动来证明，给你足够的安全感与踏实的感觉。玛丽安在经过威勒比的事情后，终于成熟起来，开始理智的对待爱情。而姐姐还没有彻底想开，当她听到爱德华和露西已经举行了婚礼，情绪还是绷不住。这天爱德华突然拜访，母女四人不知该说些什么，尴尬了好一会，母亲才上前请爱德华坐下，并祝他新婚快乐。爱德华这才知道大家误会了，他赶紧解释，露西爱上了罗伯特，便取消了跟他的婚约。他们上周已经结婚了。艾琳娜激动地站起身询问，那你呢？爱德华表示我没有结婚。听到这里，艾莲娜痛哭起来，那压抑许久的情感彻底爆发。爱德华说，当时因为年轻不懂事，便私自与露西定下婚约，直到在诺兰庄园遇见你，我才明白爱情是什么。但我一直以为你对我只有友情，所以才迟迟没有表白。原本来这里我是不抱任何希望的，但现在我只想告诉你，我爱你，我的心永远只属于你。艾琳娜终于露出了幸福的微笑，而屋外的家人心急如焚，三妹更是爬上树屋查看情况。她说她跪下来了，他们拥抱了。玛丽安激动地流下眼泪，和母亲高兴地拥抱在一起。没过多久，玛丽安和布莱登举行婚礼，而爱德华和艾琳娜也确定了婚约。这一家人总算苦尽甘来。不远处的山坡上，为了比骑马观看着热闹的婚礼，很是遗憾，他最终失去了亲爱的女孩。人生是一个漫长而又短暂的旅途，如果能遇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另一半，那你将幸福快乐地度过一生。理智地对待情感，你能做到吗？